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回京看专科医生，神情疲惫，每天工作超过14小时。有媒体爆料，杨紫现身机场航站楼，并抢走了名人频道。她应该离开电影团队，回到北京。看来她要回来接受额外的评估。杨紫身穿牛仔外套，头戴白色鸭舌帽，头戴面纱。她离开航站楼时显得气馁而缓慢。她摇着头慢慢地走着。从各方面来看，她都胖了一些。我一直在想，那是不是她的衣服？为目的，杨紫差点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显得格外放肆。不过，离开航站楼后，杨紫并没有直接去急诊室看专科医生，而是和同事一起回了家。或许是因为这次飞行实在是太累了，需要先回去休息。几天前，杨紫被拍到香山诊所接受检查。据了解，杨紫目前正在电影组拍摄，她总是工作负担过重，工作时间超过14小时。近来，两会的粉丝们还在为主演吴亦凡的工作争吵不休。自从绿加漫游权威申报以来，团队一直对两人的工作不明不白，也没有给出合理的风度。这让两人的粉丝都极为失望，而且令人意外的是，最后的安排却是撕破脸皮。网络上还爆出杨紫因为对粉丝地位的失望，自吹自擂在群里纠察。事实上，杨紫此前曾回答过这个问题，认为这不是艺人应该面对的事情，后果是他会投得很好。目前看来，罢工一切顺利。显然，杨紫是因为工作量大而精疲力尽了。工作的时候要注意休息，注意身体。继与肖战和王一博约会后，李沁粉丝斥责工作室不会再下一次，并拒绝了可怕的蛋糕。娱乐圈真的很难准备。李沁的粉丝怒斥工作室，暗号变成了扇子，还有几位粉丝直接对 icon 进行了惩戒，这着实令人吃惊。一开始，我漫不经心地看《清风破浪》，很可能是王一博搭档李沁的新闻，小品里没有什么悬念，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李沁的搭档肖战拍完了《幻之海洋》，如果能和王一博再次合作，也算是一种缘分吧。随后，我看到粉丝们在傍晚时分摧毁了工作室。从底下的言论来看，小品怀疑这是讨厌李沁，而是假黑粉。凭什么劝诫王一博，骂人黑名？这真是大胆。点开某些登录页面可以看到，有的看不到李沁的实质内容，所以对于一些网友是不是真粉，个人还是有些不确定的。不管怎么说，看到一长篇牢骚，就可以确定这位网友无疑是李沁的铁杆粉丝了。从他各个角度对李沁的怒斥来看，或许这就是目前李沁粉丝的整体心态吧。他们的心态已经主动内爆了，所以跟有没有帮过王一博几乎没有关系。只是二番、难吃的蛋糕、流量特产等元素的叠加，击碎了他们一般脆弱的心。真的不能保留下一轮吗？在他们看来，李沁最初的出道就非常高，一出场就担当了新版《红楼梦》中重要的女角薛宝钗。2020年，她无论如何都可以在惊天男歌中击败秦昊。不过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她一直在为不同的知名男星担任女一号，为黄景瑜出演了《异能奇缘》，任嘉伦出演了《满族》，君在《定海神针》中为肖战担当第2个角色，在《生活方式》中为陈晓担当第2个角色。说实在的，李沁在《海棠花》中还为窦骁加了第2个角色。尽管如此，评论中几乎没有提到他。粉丝提到的参赛男星都是媒体的主力梯队，有可能李沁粉丝真的有对他们的金牛犊的要求。后续的扇子是连续尾随的扇子，粉丝们已经被他烧坏了。他们真的不想看到他们的金牛犊再次成为二番。更有使者，一些头脑清醒的粉丝想象，王一博曾经在《陈情令》中充当肖战的2号粉，假设李沁再爱王一博，就会爱上后面的粉丝。还因为觉得王一博没有实际也没有演技，如果李沁跟王一博搭档，就是9时花之指。可惜这边粉丝还在抗拒二番，如果撕不掉饼的话，也呼吁能争取平番。然而事实可能更让粉丝吐血，因为网传李沁在将参演的新剧《长风破浪》中，可能连二番都保不住。据传《长风破浪》还将加盟一位老戏骨，剧情是双男主相，如果这样的话，
李沁恐怕会沦落成三番，真的是没有最糟心，只有更糟心了。谁定义的烂饼？不过看了《长风破浪》被评为烂饼的由来，小品建议李沁粉丝也别撕了，因为这些理由真的太可笑了。粉丝表面在争番，实际上还是嫌弃饼太烂，所以觉得不值得正主牺牲番位。可是到底是谁定义的烂饼？为什么你就信了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明明说《长风破浪》是烂饼，也不过是某办一些帖子的分析罢了。某办说它烂，它就烂吗？谁说新人编剧就一定写不好剧呢？某办上不也是普通网友的个人见解吗？凭什么就觉得是一种权威呢？难道人云亦云就不可悲可恨吗？可悲的是人云亦有自由，你却让别人主宰了你的思想，成为一具行尸走肉的傀儡，只会附和。可恨的是你受这思想指引，便如无数次你会轻车熟路去做的那样，仿佛笃定了某种未定的事实就随便伤害他人，后果不用负责。你极有可能笃定了错误的认知，但却真实享受了法不责众的笃定。再说帖子上提到的公认好剧，小品一部都不爱看。所谓经典，如果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口碑中，而不是真实留在记忆里，那对我们来说便没有任何意义。正因如此，《长风破浪》对我而言，与所谓经典并无二致。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觉得它低人一等呢？王一博粉丝也问得好，为什么同一个导演同期的两部作品，白鹿演了《北上》就叫好饼，王一博与李沁演了《长风破浪》就叫烂饼呢？如果这不叫双标，难道这是一种狠心的防爆吗？帖子上的分析固然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烂饼这个结论显然之基于一般意义上的认知，而这种认知是否合理，本身就值得怀疑。在小品看来，茅盾文学奖只是给到原著的，跟成品剧可不会划上等号。实在不懂一开始就神话的意义在哪。即便你爱看书，也不表示你就会喜欢改编的剧，何况书又有几人看过？目前茅盾文学奖这5个大字，不过是粉圈拿来吹嘘逼格的工具罢了。而且瞅了一眼北上的简介，妈耶，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请问这跟杨紫与范丞丞的新剧要99爱199爱有什么区别吗？都是一群小伙伴小时候玩在一起，长大后天各一方从事各行各业，后来又聚在一起的故事。犹记得杨紫接要99爱时被粉丝骂得狗血喷头，被网友群嘲资源降级，难道就因为要99爱没有得过茅盾文学奖吗？如今看到北上，突然不免有点替杨紫小姐姐委屈。既然都是差不多的故事框架，拍成剧后文学的效应就会被无限降低，那么是不是也反向证明要99爱也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剧呢？坦率讲，这种玩伴类的故事框架真的没有什么吸引力。但是经过这次好饼与烂饼之争，小品倒是颇为期待来年北上与要99爱2部剧能够对打。再回到《长风破浪》这部剧，自然也是不仅不该抵制，还应抱有一定的期待。再给演员李沁一点时间。当然，又是二番又是烂饼，对李沁粉丝来说可谓多重打击，粉丝心里难受也让人理解。但是再难受也该留存一点理智，也可以试着用辩证的角度看问题。因为当你拿心中的预设去定义一种未知与多变的东西，打压它、谩骂它，并不会阻止它发生，反而容易造成误伤，甚至因此错失一些机会。粉丝觉得李沁起点高，这一点自然不假。但是新红楼已经是2010年的事了，李沁再次有点水花的剧是《白鹿原与楚乔传》，时间已经来到了2017年，现在是2023年。他也一直在努力，按照粉丝的标准，存货梦中的那片海与人生路遥都算不错的剧。既然曾经能等了7年，如今又是否可以再给演员李沁一点时间，让他再次呈现精彩呢？粉丝只认李沁起点高，却不承认这么多年他的资源并不好这个事实。小品站在观众角度看，李沁确实没有赵露思等95后演员幸运。翻开赵露思的履历表，会让人惊叹。他是怎么做到几乎拍的每一部剧都刚好让人有想看的欲望呢？即使也并不会真的去看。而李沁虽然演了更多剧，但绝大多数看到名字就知道那不是我会去看的剧。这难道是赵露思更独具慧眼会挑剧吗？而李沁完全不懂观众的喜好吗？此时粉丝应该可以是着想一下原因。或许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与自由，他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给到粉丝最好的。
而像李沁这样的演员，其实还有许多，并不是谁都是资本的宠儿。你痛恨的，或许本身就是他欠缺的，却不是他故意的。这就像一道无解题。伤心的人在互相伤害，为此白白浪费了彼此相伴的时间，这难道不比为一部烂剧耿耿于怀更让人可惜吗？何况所谓烂，也只是我们自己想当然罢了。当初佟丽娅粉丝发疯替她撕掉了《30而已》中的顾家一角，原本是害怕偶像受到伤害，全网也一边倒表示支持。结果却是《30而已》播出后成为年度爆剧，粉丝后悔不已，网友也替她可惜。时也运也，如果时间倒转，佟丽娅接拍了《30而已》，或许我们也会换一套说辞，觉得她利用角色畅快发泄一通，也未尝不是一种自我救赎。李沁接拍《长风破浪》亦是如此，虽然并不能保证《长风破浪》也会成为爆款，然而既然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后悔的时候再那样想呢？其实分析了李沁如今的处境，再加上影视寒冬，演员能够正常拍戏，已经比一般人优秀了。因此，李沁接拍《长风破浪》并不算一件坏事。而且有搭档王一博在，投资与招商应该都不会差，流量就是他的一种实力，我们没必要否认。粉丝在长文中也提到了李沁演的剧目的人设问题，说李沁不适合演甜妹，对于这一点，小品深表赞同。请君中的于登登实在太过勉强与尴尬。但是看了《长风破浪》的简介，这是一部民国戏，内容是爱国的，主题是激昂的，女主人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傻白甜，应该会是粉丝喜欢的端庄，因此粉丝也大可以放心。综上，希望李沁粉丝能够冷静一下，消消火，没必要无意之中办了坏事。种种前车之鉴表明，粉丝撕剧并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。有时角色撕没了，剧火了；有时番位争到手了，剧埋了；有时强行干涉选角了，偶像被点名批评了，工作室被禁言了。所以何必呢？不如保持一颗平常心，说不定反而有惊喜呢。一部剧的命运有许多，哪怕是后期排播也会影响观众是否看剧的选择，而这所有的流程并非粉丝能够全部掌控的。所以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